赵丽颖冯绍峰的育儿合伙人模式是理性体面还是情感隔阂？盼着赵丽颖和冯绍峰复婚的人，这回连最后那点念想都该掐灭了。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华语娱乐频道，观看我们的最新视频。从2021年那纸平静的离婚声明算起，整整5年时间，全网硬是靠脑补给这对离异夫妻续写了无数破镜重圆的剧本。什么婆婆带着千万翡翠登门求和，什么悄悄怀了2胎在家安胎，甚至有人连预产期、胎儿性别都编排得有模有样，活脱脱一出连续剧。老百姓看戏爱图个大团圆，尤其看着2人中间还牵着个叫想想的儿子，总觉得为了骨肉亲情，这2人早晚的凑回一家子。直到2026年5月9日，赵丽颖工作室一份白纸黑字的律师函砸下来，一口气点名107条恶意造谣内容，正式启动法律程序追责。公告里定死了7个字：复婚及2胎纯属虚构。这下子，那些每天蹲在热搜里等糖吃的 CP 粉，终于的面对一个冰冷的事实：人家建了个育儿群，聊的全是作息表、发烧请假、家长会排班标准的育儿合伙人，分寸感清清楚楚。这场长达数年的复婚闹剧，说白了都是一厢情愿。你再回头看看赵丽颖和冯绍峰离婚后的真实状态，只要不瞎都能看出来，这2人早活在2个完全不同的轨道里，唯一的交集只剩下那个需要父母共同关爱的孩子。纯功能化沟通，建群只聊孩子事务，这可能是娱乐圈最特别的微信群。群聊内容被严格限定在最小必要范围内，作息安排、生病请假、学业活动通知、家长会排班。赵丽颖和冯绍峰在群里使用想想妈妈、想想爸爸这样的备注名，彻底剥离了前夫妻的身份标签，回归到最纯粹的父母角色。据传，这个群的聊天记录翻上3天，都找不出一句和工作无关的寒暄，更别提什么情感纠葛。沟通工具在这里变成了划定边界的象征，确保私人生活零交集，杜绝任何模糊地带。当年那纸离婚声明里白纸黑字写着和平分手、共同抚养，还专门补了一句恶意捏造和传播造谣者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现在回头看，人家早就把规则讲得明明白白，只是看客们不愿意信。清晰的物理与情感边界，这可能是最让八卦群众失望的部分。赵丽颖和冯绍峰的边界感清晰得让人无从下手。住所与行程完全独立，彼此生活空间与工作计划互不干涉。有限的同框仅限于孩子毕业礼、生日会这些必须场合，而且活动结束后各开各车，立即回归各自轨道。2025年9月，北京某国际学校开学，有人拍到赵丽颖和冯绍峰一左一右牵着儿子想想的手，冯绍峰弯腰整理书包袋，他蹲下来帮孩子理衣领。2026年1月的学校亲子活动，2人在家长席挨着坐，孩子上台紧张，2个人下意识同时伸手安抚，手被短暂碰了一下就这。活动结束各自上车走人，全程礼貌且有距离，连多余寒暄都没拍到一条。但在短视频的剪辑里，手被碰一下变成了主动牵手旧情复燃，宽松穿搭家庭更上百天变成了小腹隆起躲起来养胎。最损的是，那张所谓的婴儿车2胎照，后来查出来是助理帮朋友带孩子被移花接木，所谓的妇产科偶育就是常规年度身体调理。港媒那边更绝翻出一张品牌活动旧照片，配上文案说冯家婆婆带千万翡翠登门求和。为何合伙人模式挑战传统认知？这套育儿合伙人模式和传统离婚叙事形成了鲜明对立。传统观念里，离婚总是和撕扯、怨偶、单亲缺失这些负面标签绑在一起，强调情感破裂的延续性。
公众习惯了看离异夫妻互泼脏水，争夺抚养权，让孩子成为舆论战的工具。可赵丽颖和冯绍峰展示的是另一种可能：离婚可以是情感关系的彻底结束，但作为父母的责任与合作可以重新架构，而且架构的冷静、高效。看看娱乐圈那些反面教材，有的离婚后公开互撕，把私事搬到台面上，让孩子在舆论漩涡里挣扎；有的为了孩子强行同框，关系模糊不清，导致双方痛苦，孩子困惑。相比之下，合伙人模式的先进性就在于它彻底的去情绪化和规则化，最大程度减少了内耗与附加伤害。这套模式不是谁都能玩的，它需要双方都具备相当的情绪成熟度，能把个人恩怨和育儿责任彻底剥离开来。赵丽颖曾在采访中坦言，选择让冯绍峰主要照顾孩子，是因为他的家庭条件和陪伴环境更适合孩子成长。这番话特别通透现实，不是为了赌气，而是真正站在孩子的角度考量。理性合作之下，孩子的得与失。这套高度理性的合作模式对孩子的成长到底意味着什么？从积极角度看，它可能为孩子构建了更稳定的情感安全环境。父母虽然分离，但通过有条不紊的合作，给予孩子持续稳定的爱与关注，避免了让孩子卷入成人世界的冲突。孩子目睹父母即便分开，也能就重要事项进行尊重、有效的沟通，这本身就是在学习如何处理复杂人际关系。想想能在父母之间自由流动，感受到来自双方的关爱，而不必承受选边站队的压力，这种稳定性对于孩子的心理安全感至关重要。但潜在担忧也真实存在，过于程式化的互动会不会让孩子感受不到家庭原有的情感温度与随机性？父母之间严格的边界是否会让孩子产生我需要同时管理两个分开的世界的割裂感？关键可能在于度。这套模式的成功高度依赖于父母双方的情绪成熟度、履约诚信度以及对孩子情感需求的细腻洞察。它不是僵化的时间表，而应该是在固定框架内保留足够的温情与弹性。据说冯绍峰这3年探视孩子12次，一次15分钟，加起来整3小时。他会在片场铁门外的梧桐树下等，背个洗得发灰的蓝色帆布包，书包边角都卷了毛边。赵丽颖收工，把孩子往他怀里一送，不看也不笑，转身就走。孩子小手攥着衣角，冯绍峰立刻蹲下去，膝盖压的裤缝咔一声响，他从书包里摸出个塑料小恐龙，尾巴断了一截，胶带缠得歪歪扭扭。儿子接过，抬眼看他2秒，眼睛湿的，没哭。冯绍峰嗓子发紧，只说一句：“爸爸想你了。”话音还没落，孩子已经低头玩起恐龙脚趾头。3分钟后，他背好包，没回头，也没挥手，穿过铁门时，保安连头都没抬。剧组场记私下嘀咕，比送盒饭的还准点。双引号，孩子合伙人模式的社会启示。赵丽颖和冯绍峰的案例，其意义早就超越了娱乐八卦。它像一份公开的关系图鉴，展示了离婚后一种可能的最优解，不是做回朋友，也不是沦为敌人，而是成为彼此专业、可靠的孩子项目合伙人。这种模式的核心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将夫妻与父母角色成功剥离并重构的可行性思路。在现代社会，离婚率逐年攀升的背景下，如何让离异夫妻在结束婚姻关系后，依然能有效履行父母职责，成了一个迫切需要探讨的议题。育儿合伙人模式拓宽了社会对离婚家庭形态的想象。它不是要美化离婚，而是在承认婚姻结束的前提下，寻找最有利于孩子成长的协作方式。它要求双方具备较高的理性程度、共事能力，并真正将孩子利益置于个人恩怨之上。
放眼娱乐圈，类似的模式正在成为趋势。杨颖和黄晓明离婚后，形成了一套高度系统化的协作机制。杨颖主导学期生活，亲自负责孩子在上海的学业接送、医疗陪护；黄晓明专注假期陪伴，调整工作档期，确保寒暑假全权接管。两人在家长群使用 Max 黄爸爸、Max 妈妈的备注名，彻底剥离夫妻身份。吴倩与前夫张宇健也明确否认复婚，坦言两人现在是因共同抚养女儿而保持融洽关系的育儿合伙人。吴倩在节目中反思，自己年轻时曾认为分手了就得成仇人，现在能与前任体面协作育儿，是她长大了的一个表现。这些案例都在传递同一个信号：离婚可以很体面，共同抚养可以很高效。当感情走到尽头，理性与合作不是冷漠，而是成年人能给孩子的最深情的保护。赵丽颖算过一笔账，保姆1年18万，签了保密协议还得加5万防偷拍险。冯绍峰来贷，白干，不收钱。省下的钱，他买了套学区房，写了孩子名字。但麻烦也来了，他的亲自去接。晚高峰导航写30分钟，实际堵在东三环桥下72分钟，油费1年烧掉680块。不多，可每回踩油门时，他都盯着后视镜里自己绷着的下颌线，心想，这哪是接孩子，是接一场没完没了的拉锯战。有次正撞上饭点，冯绍峰刚端起碗，门铃响了，他放下筷子，擦嘴，开门，接人，全程没吃上一口热饭。他明白，这不是巧合，这就是育儿合伙人的现实。没有戏剧化的冲突，只有日复一日的细节磨合；没有浪漫化的和解，只有基于共同责任的理性协作。他不保证完美，但至少提供了一条减少伤害、保护孩子的可行路径。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正视离婚不是失败，而是一种关系形态的转换时，赵丽颖和冯绍峰的这份关系图鉴，或许能帮更多人画出理性与爱的边界，在结束一段婚姻的同时，开启另一种形态的负责任。你觉得这种高度理性、边界清晰的育儿合伙人模式，在现实中最难实现的部分是什么？欢迎大家把自己的观点写在评论区，无论支持还是反对，只要是理性的讨论，我们都期待听到不同的声音。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分享给更多喜欢华语娱乐的朋友。同时，记得订阅华语娱乐频道，打开小铃铛。我是华语娱乐，我们下期视频再见。